现代中医体质学把过敏作为一种独立的体质，即特禀体质，足见其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有多么严重。一般来说，将容易发生过敏反应和过敏性疾病而又找不到发病原因的人，称之为特禀体质或过敏体质。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自身是过敏体质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改变自己的体质，而不是去阻断过敏源，这样我们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敏状态。值得注意的一点是，许多书上称特禀体质就是过敏体质，其实过敏体质是特禀体质的一种。具体的说，各种遗传疾病，各种生下来就有的身体缺陷，都是特禀体质的范畴。特殊禀赋的体质就属于特禀体质。中医讲胃表不固，血热生风，就是荣胃之气减弱，对人身体保护不利，又因为血热导致了风的侵扰。忽来忽去的东西，中医称之为风，其变化无端。形成特禀体质的因素也同样包括先天和后天两方面。孩子出生之前，在母体内会遗传到父母双方的一些特征，同时出生以后也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。我们的这个特禀质就是指禀赋比较特殊，较一般人差一点的体质。它主要包括3种。第一种是过敏体质，这是最多见的一类特禀体质。如有过敏性鼻炎、过敏性哮喘、过敏性紫癜、湿疹、荨麻疹等过敏性疾病的人，大多都属于这一类。后天调理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比较有效，而一些先天身体缺陷相对就比较难调理。第二种是遗传病体质，就是有家族遗传病史或者是先天性疾病的，这一类大多很难治愈。第3种是胎传体质，就是母亲在妊娠期间所受的不良影响传到胎儿所造成的一种体质。有些人是家族性的过敏，很小就有，持续一生，有些人可能30-40岁了才发现。也就是说，这种人存在先天特殊条件，而什么时候发作，则受外在的环境影响。那么，过敏能让人体有什么样的症状呢？具有过敏体质的人可发生各种不同的过敏反应及过敏性疾病。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调节状况，变应原内源性和外源性的不同，过敏能够导致不同的病症。除此之外，小儿多动症、部分癫痫病人、长期偏头痛、各种慢性肠道疾病、各种慢性口腔疾病都和过敏有着直接的关系。对内源性变应源，常能够导致人体的自身免疫性疾病，也就是风湿病，包括系统性红斑狼疮、皮肌炎、多发性肌炎、强直性脊椎炎、干燥综合症等疾病。现在常见的变态反应疾病有50多种了。过敏体质者容易发生药物过敏以及花粉症，遗传疾病如血友病、先天愚形及中医所称的五迟、五软、解颅等；胎传疾病则为胎热、胎寒、胎经、胎肥、胎咸、胎弱等。特禀体质是一类体质特殊的人群，因此特禀体质的人要特别调护。如果你本身是过敏体质，那么就必须知道一些有关过敏的常识。当然，避免过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远离致敏源。致敏源又称为过敏源或者变应源，在医学上来讲，可以引起人体过敏反应的物质就叫致敏源。常见的致敏源主要是一些外源性抗原物质，包括食物、化学物质、环境中的某些成分，或是皮肤的接触物等。每个人的体质都是不一样的，当然对药物的反应也就有所不同。我们知道维生素的种类有很多，由此也就带来了许多人对不同维生素的过敏。在过敏研究中，B 族维生素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亦成为引发维生素过敏的罪魁祸首。B 族维生素是中国居民普遍缺乏的维生素之一，大概有30%的人都不同程度的缺乏 B 族维生素。
但一些人在补充 B 族维生素时会出现过敏反应，尤其是那些有过药物性过敏经历的人，在服用 B 族维生素2至3天后，面部及全身皮肤出现弥漫性红色斑样丘疹，局部皮肤可出现瘙痒、发红、轻度肿胀、口唇肿胀、灼热、口腔周围出现红斑等情况，就是 B 族维生素导致过敏的表现。所以，当你真的需要 B 族维生素时，千万不要自己盲目购买和服用复合 B 族维生素，还是先要征求医生的意见。维生素 E 可以内服，还可以外用于美容，但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维生素 E 的美容待遇，而是以皮肤红肿、出现白色的小粉粒等行为来回报维生素 E。如果要用维生素 E 美容，最好先把其涂抹在胳膊上，试一试是否有过敏反应，然后再使用到脸上。在维生素家族中，维生素 C 是抗过敏效果最好的，但是有人会出现维生素 C 过敏的症状，比如皮疹、扰乱正常呼吸等。在使用维生素之前，许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过敏体质。当过敏产生之后，立即停用维生素是最好的摆脱过敏的办法。为了避免维生素过敏反应，还是尽量采取从食物中摄取维生素的方式。在服用维生素之前，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属于过敏体质，才能避免在补充维生素时出现不良反应。益气固表、养血消风是中药的调理原则。特禀体质可以用中药进行改善。常用药物有黄芪、白术、荆芥、防风、蝉衣、乌梅、益母草、当归、生地、黄芩、丹皮等。其中黄芪具有益气固表止汗功效，白术则能补气健脾，防风则能发表祛风胜湿止痛。人参可大补元气，补脾益肺，扶正驱邪，适用于气短喘促，可辅助治疗过敏性哮喘。有哮喘的特禀体质者，可取人参3克切成薄片做人参茶，放入保温杯内，用开水焖泡半小时，凉至温热即可。另外还有四红汤，方法为龙眼去皮，红豆和红枣洗净，加水炖至红豆熟烂，加红糖，烧炖即可。过敏体质的人，由于各自身体情况不同，应按自身体质特点避开过敏源，防止过敏症状的产生。日常生活中，应注意全身气机的调畅，增强自身免疫力和对周围环境的适应能力。过敏体质者容易水土不服，在更换新环境时，应格外注意饮食起居，提前了解当地的自然、社会环境，提前做好应对准备。居室宜通风良好，保持室内清洁，被褥、床单要经常洗晒，可防止对尘螨过敏。室内装修后不宜立即搬进居住，应打开窗户，让油漆、甲醛等化学物质气味挥发干净时再搬进新居。平时应做好防护工作，减少与过敏源接触的机会，身边常备抗过敏或者备急的药品，减少户外活动，按程序进行室内运动。过敏体质者4季都应防止接触过敏源，但是在季胸交视之时，往往也是过敏反应的多发季节。比如春季，气候多风，万物复苏，柳絮、花粉随风飞散，室外花粉较多时，要减少室外活动时间，可防止对花粉过敏。因此出门应注意戴好口罩、纱巾，减少接触。可关闭门窗，必须开窗时应换纱窗，以阻挡或减少花粉进入。也不宜养宠物，以免对动物皮毛过敏。风邪常易裹挟湿气，温燥易利之气，故过敏体质多在春季汗出当风，肌表皮肤在户外暴露之时发生过敏反应，故应防止受风。外出要尽量避免风吹日晒，防止紫外线的过度照射，以防破坏皮肤的脂质保护层。产生过敏现象后，千万不要依赖激素类药物治疗，以免形成激素依赖性皮炎，造成更大的痛苦。应当忌食辛辣、腥膻发物，多食健脾益气的食物，以增强免疫力和适应能力。
春季产生的过敏症状特别严重者，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药物治疗，也可自配一些简单易行的抗过敏敷剂，如将剥了皮的香蕉与阿司咪唑捣烂后混合搅匀，在面部做半小时的面膜，就可达到抗过敏药效果。夏季过敏体质者，除应避开过敏源之外，应重视精神方面的自我调养，多与人交流，调试情志，切莫过分在意自己的过敏体质，防止产生自卑心理。运动时防止出汗太过，伤筋耗气，及时补充水分。有秋冬季节易发过敏反应者，可以采用冬病夏治之法，借天时之力去除顽疾。秋季气候转凉，易产生过敏性哮喘、过敏性鼻炎等症状，过敏体质者应注意及时增添衣物，避免在清晨及夜晚在户外活动。秋季可以适时进补，以健脾益气或滋阴润燥的食物为主，以利冬季的闭藏。可以开始适当延长睡眠时间，或打太极、练气功，尽量避免户外活动，早睡晚起，保证睡眠充足，精力充沛。衣着应密实，但应透气，防止汗出着风，保证良好的作息习惯。居所宜朝阳，室内温度恒定为宜。饮食宜温补健脾，增强自身免疫力。运动上可以针对自己的特点，积极参加各种体育锻炼，增强体质。天气寒冷时锻炼要注意防寒工作，防止感冒。运动时应避免汗出当风，以不出汗或微微汗出为好，注意呼吸的均匀，担保腹式呼吸。过敏体质多由禀赋不足、后天损伤失养所致，所以通过运动的方式加强气血的循环，对增进免疫力，改善过敏体。过敏体质的人因为对外界的适应能力较差，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内向、敏感、多疑、焦虑、抑郁等心理反应。所以应当正确看待自己的体质特点，不应为此感到焦虑、自卑，把自我的防护看作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接受现实，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、途径，多与人交往，心胸宽阔，有包容心，保持乐观向上的生活状态。必要时主动告诉别人自己的禁忌，赢得他人的理解和帮助，或找到相同体质的人作为伙伴，分享生活中的心得体会和生活技巧。本草纲目里说，寒性食物有助于清火解毒，可用来辅助治疗火热病症。所以面红目赤、狂躁妄动、神昏沾雨、颈项强直、口舌糜烂、牙龈肿痛、口干渴、习冷饮、小便短赤、大便燥结、舌红苔黄燥、败数等实火病症，都可以选用一些寒性食物，有助于清火祛病。我们都知道，脾胃虚弱的人不宜多食寒性食物。其实，还有一种人群也不适合寒性食物，那就是过敏性体质的人。凉寒性食物吃太多的人，体内过敏免疫球蛋白数值都会比较高，鼻炎状况也相对比较严重。由此说明，过敏性体质要慎用寒性食物。特禀体质的人群，饮食宜清淡均衡，粗细搭配适当，荤素配伍合理，少食荞麦、蚕豆、白扁豆、牛肉、鹅肉、鲤鱼、虾、蟹、茄子、酒、辣椒、浓茶、咖啡等辛辣之品、腥膻发物及含致敏物质的食物。鼻子过敏很常见，有遗传因素，但更多情况下是由变应原引发的，比如花粉、某些特定的气味等。芳香疗法对鼻子过敏很有效果，具体方法如下。
哮喘是特禀体质最常见的症状，属于一种慢性支气管疾病，病者的气管因为发炎而肿胀，呼吸管道变得狭窄，因而导致呼吸困难。它可以分为外源性及内源性两类，其中外源性哮喘常见于特禀体质，是患者对致敏源产生过敏的反应，致敏源包括尘埃、花粉、动物毛发等。不过，并不是每一个哮喘患者对上述各类致敏源都会产生同样敏感的反应，所以患者应该认清对自己有影响的致敏源。外源性哮喘的病患者以儿童及青少年占大多数。一般来说，对于哮喘的防治要注意以下3点：一、要避免接触过敏源，并要严禁吃刺激性强和过冷过热的食物，如烟、酒、茶、葱、蒜、辣椒以及过甜或过咸的食物。2、避免感冒、上呼吸道感染而诱发哮喘。人体在寒冷中自身调节体温的能力，有赖于每日从饮食中所摄取的铁的多少。因此，要加强人体抗寒能力，可多吃一些含铁丰富的食物和蔬菜，如瘦肉、鱼、豆类、叶类蔬菜。吃肉时最好同时饮用菊汁，以增强人体对铁的吸收。此外，还要注意进行耐寒锻炼，以增强抗寒力。3、在哮喘症缓解期，用扶正固本法治疗，有防止复发的作用，一般以补肾纳气、健脾化痰为主，如服用隔界定喘丸等药物。